Hello，大家现在听得到我讲话吗？听得到我讲话吗？现在有点 latency。好，Hello，大家现在好，那听得到我讲话哈，那就是好。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指标到底在干嘛。就是我发现好像很多人不太会用，就是我先把指标都开起来好，这样大家比较好讲解。这个我们先开这3个就好了。好，那我这边先做个说明哦，就是说这个指标它基本上它是根据期货市场的数据去判断目前这个市场的情绪是怎么样啊，因为 crypto 这个市场是很多人喜欢玩合约，然后去开杠杆，然后因为这个市场它的美元比较不够哦，美元不够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他想要在长期长线多头的趋势，他想要杠杆做多的时候呢，他就会需要付出比较多的代价哦。那比如说他以现货市场而言，他就会需要用比较高的利率去借，就是利息，然后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什么 FTS 啊，或者Bitfinex 在行情特别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非常夸张的利率，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美元不够哦。那在合约市场呢，它就会有2个状况发生哦。我把它打出来好了，就是说crypto 市场长期多头，美元需求高但相对不足，所以这个它就会产生两个现象，就是说大多头行情现货杠杆利率会很高，这样现货市场美元借款利率很高，那这个是现货市场，那期货市场呢？合约资金费率或者是远期交割合约基差会很高，基本上就是这样。那因为这个市场现在的状况是，大家如果开杠杆的话呢，比较会去开期货市场比较不会去开现货市场，因为现在期货市场已经非常非常的盛行了所以说现货市场的美金的借款利率跟合约的资金费跟远期交割合约的基差这3个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为这个市场到底有多乐观，只是说下面这个东西它会比较敏感。OK， 那我们这个指标呢，基本上就是看这2个东西。它还会结合一些交易量啊，或者是爆仓数据之类的东西但是原则上它就是看期货市场的数据这样子。那我们就先来复盘一下这个日线级别的走势好了，应该是有在继续讲的嘛。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原则上如果我们看这一段好了，我们看这一段，你看从这边上来是个高点嘛，这边出现红色，你看下面的这个 states， 这个 states 就是它的数据，就它呈现出来的数据是多少？我把合约市场它的情绪给它做一个量化它下面这个是数字。那箭头的意思就是说，它一旦出现红色箭了，它一定是红色基本上就是下面这个一定会是红色。那它还会要包括一个条件，就是4间交易所，4间主要交易所，其中要有3间都过热，那才会出现。所以不是说下面出现红色，上面就一定会有箭头。OK，那下面绿色也一样，绿色是4家里面要有3家恐慌才会出现绿色箭头。所以说很多人会讲说，Benson 为什么像日线这边看不出来像这个30分钟线前几天
这边这个地方附近，它是有出现绿色的，就下面是有出现绿色，可是为什么这边没有箭头？哦，你看这边是有出现绿色的，那为什么这边没有箭头？哈、哦，原因很简单，就是它的条件比较严苛，就是箭头出现的条件会比较严苛，一旦箭头出现，一定下面一定是绿色，但是不是绿色它就会出现箭头，这样大家懂吗？哦，那上次很频繁出现绿色箭头是什么时候？就这个时候嘛，好，这个底部基本上就是市场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慌。OK， 那如果你用长线来看的话呢，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很好加仓的一个位置。OK，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看日线。那当我们用指标，我们就要知道说，那这个指标它的局限性在哪里 ？OK， 基本上它的局限性是有的。比如说像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说，哎 ，Benson， 其实这整段都是卖飞的。对吧？如果今天你根据这个指标哈，你买在这边，卖在这边，那可能这边你可能你就卖不到，好，但是这边又给你一个重新进场的机会，那你后面这整段你可能在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卖飞，那这段我们要怎么避免 ？OK， 好，这边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段会卖飞 ，OK， 为什么这段明明期货市场就过热了，但是它还可以一直涨上去？好，这边有一个状况是。比特币突破了睽违3年的 ATH， 好，所以说如果你开周线来看的话，啊，我们日线开远一点啊，啊，就是比特币这个时候是它前高是2017年嘛，哦，就是这个是它的前高，哦，它洗牌洗了3年多，然后这边突然突破上去，哦。那突破上去就会有人追高嘛？那有人追高的状况之下，一旦这个市场上它发现突然发生一个 event， 这个事件从场外带来非常非常巨量的资金的状况之下，哦，那期货市场的数据就会没有那么准。OK， 场外有增量资金，期货市场数据好就会失准。OK， 但是比特币它不是。天天都在过年，好，它不是每次都会出现这样子的增量资金。OK， 那为什么讲说期货市场数据会失准？因为我们这个指标呢，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接近存量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市场上，如果你是玩衍生品的，它一定是有对手盘，你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赔钱，有人赔钱就一定有人赚钱。OK， 所以说在一个市场是存量博弈的状况之下 ，OK， 你用这套指标会非常的准。好，比如说我们看这边好，这边基本上你用日线去做，基本上就是准到一个不行，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段会失准？你看嘛，这边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这一段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比特币它有很大量的场外增量资金，那场外增量资金它就会造成就是说这个合约市场即便过了，它还是可以往上涨，好，因为只要有新韭菜进来。基本上就是大家都赚钱嘛。好，今天不管你，即便你是高倍杠杆做多的，好，或者是你是在合约市场你是杠杆做多，或是现货市场杠杆做多，基本上大家都赚钱。OK， 在这个状况下，它就比较不是偏存量博弈。OK， 好，那比如说像这一段其实也是有增量资金，这一段其实也热得非常夸张。这一段大概从45000一路涨到58000，后面才出现一个绿色的箭头，让你可以进场。好，这整段它发生什么事情呢？这边是比特币突破 ATH， 这边呢是特斯拉买比特币。OK， 好，所以这一段好，但是你看像这边哦，从这两段后面，你这样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好像从这个时候开始，比特币的这个日线，你看 sentiment 就好像相对比较准，有没有？这边就是一个比较不会卖飞，然后这边呢，哎，让你逃顶。好，那后面呢就519这样子 ，OK。那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增量资金，就是它进来，它就会变存量 ，OK。就是不是每天都在过年的 ，OK。所以说，像之前啊，就是说比特币突破前高的时候，因为像这一段是突破5月中的这个高点嘛，那个时候我就在群内讲说，哎，因为它突破 all time high 啊，所以说这个过热的这个情绪啊，它可能可以再往上跑一点点啊。那个时候我的讲法是这样，好，大概是这样。
所以简单来讲，好，这个指标呢，大多数时候是很准，但是遇到一些特殊的事件，好，那它可能会失准，比如说比特币突破 all time high，或者是什么现货 ETF 突然通过，假设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它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卖飞 ，OK， 但是它即便比较容易卖飞，它后面如果出现绿色的话，其实你还是捡得回来啊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举这边为例好了，我用2个小时线来看 ，OK， 好，等它 load 一下，好，我们这样举例 ，OK， 很多人就会说，我卖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卖，你2H 啊，你这边就开始卖了嘛，对不对？那你开始卖之后呢，它后面确实是跌下来，然后你就觉得，我卖的很好，然后呢，它后面又涨上去。又涨上去，然后这个红色箭头它又跑出来 ，OK，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问自己说，那我这边已经卖飞一部分，那这边我要不要继续卖？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OK， 那我的做法是怎样的？我的做法是我会继续卖 ，OK， 因为通常你不要觉得你卖飞，因为这种期货市场过热状态下，你要让它一直跑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即便你现在看起来是相对高点，你可能再过1-2个礼拜再去看，你就有低点可以捡。比如说，你看我这段我的操作是怎么样？其实过6万之后我就开始卖，因为那时候是期货 ETF 就过关了嘛。所以其实我从这边我就开始卖，然后出现红色箭头之后呢，我就卖的再更凶一点 ，OK。然后呢，没有出现，那我就开始停止卖。然后后面出现呢，我再卖一点，然后后面出现呢，我再卖一点 ，OK， 所以说这整段我大概卖了30快40%的现货，这个现货是包括 Altcoin 因为比特币它会影响整体币市的大盘，就是小币再怎么强，今天大哥要修正，你还是要修正 ，OK， 只有少数板块它是可能会硬撑着这样子 ，OK， 好，那所以说很多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一开始买这个那个指标的人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我在这边卖，觉得自己逃顶成功了这边呢我又卖一点，结果后来他发现比特币呢突破欧泰，他这边全部买回去了，懂我意思吗？就是他觉得他卖飞了，所以他这边他涨到6万8、6万9的时候，大家把货买回去 ，OK，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我的建议是。出现红色箭头，如果你真的不想卖的话，那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只留最强势的仓位，也就是说，相对 BTC 更强的币，那你这个可以留，因为相对 BTC 更强，等于说比特币它已经走出一个比较好的走势，但是它走势又更强，这个山寨币走势又更强，那它就代表它之后可能会有独立走势，比如像最近的 AVAX 嘛，它就是汇率一直往上冲，那它就有可能会走出，即便比特币下跌，但是它还是会往上冲这样的走势。OK， 第二个呢是不留杠杆仓位，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有做现货杠杆的，或者你做合约杠杆，基本上就要么你就止损放开仓价，要么就直接全部平掉，就是说，因为等于说你已经到一个高风险区了，即便后面可能还有一段。你要不要去赌它？如果今天比特币可能，比如说我们以这个2小时线来讲其实它出现没多久，它就从6万5直接跌到5万8，这是一个7000点的跌幅，也就是说跌了超过10%的，你想想看，比特币跌10%，那其他币会跌多少？基本上就跌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开杠杆基本上我会建议就是说，最好是要平掉。或者是说你要设保护止盈，如果你是有赚的 ，OK， 好，第3个是什么？不要，如果你是持有现货的，现货不要全部卖，卖一部分就好，这个是概念是什么？就是说，因为红色箭头它有的时候是会只出现一次，有的时候呢它是会分批出现 ，OK。那原则上就是只要出现红色箭头，我就会开始减仓。OK， 那如果今天
它红色箭头它又拉了一个新高，我还是会一直减。OK， 就是这边基本上我是不太会去做加仓的动作。OK， 除非我看好某一个币它真的会有独立走势，好，但这个就是要凭经验去判断。就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判断出那种可以逆天的币。OK， 大概是这样。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是不是比如说像这边有3个那个嘛，3个红色区嘛，那后面我是不是一定要等绿色我再开始减？一定要等绿色开始减。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今天小时线已经出现下面出现绿色了，那其实就算是一个相对好的进场时机了，因为你要知道绿色箭头它的出场的几率是更低的。那有没有可能在这边它洗一洗，洗到变中性，它就上去了？其实是有机会的，所以说不是说一定要出现绿色箭头你才能再把货买回来啊，就是只要下面出现绿色的这个 stage， 其实你就可以慢慢买。OK， 或者是说你有另外一种解法，比如说好，假设说今天你6万5买了，那你能不能在下面，比如说修正10%买一点，修正15%买一点，修正20%买一点，你能不能这样做？其实可以啊，就是说你可以看下面的数字或是上面的箭头，你可以照这个操作，你也可以照这个操作，就是说你也可以照你已经卖掉，然后后面的货你再把它捡回来，你可以这样子去做操作。OK， 好，所以说比如说好像其实我这一段我这一段我卖掉之后，其实我在5万8的时候我有捡一点回来，因为对我来讲这已经是一个超过10%的修正。那我的判断是 Global Top 还没出现，就是一些基本面看起来就是说比特币还没有完全见顶，还没有完全见顶的状况下，它修正10%，我再把货捡回来，等于我在做波段，我把我的现货的持仓成本降低。OK， 那但是这个就是说，就看大家了哈。如果今天你的交易风格是比较懒惰型的，你就真的要找那种真的很好的进场的安全边际，那其实你可以直接等绿色箭头出现就好。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比较频繁进出的，那你可以参考就是说，用这种方式把货买回来，然后下面的这个数字去当参考，你不要在红色的时候去建仓 ，OK， 就是你要建仓的话，尽可能选在就是市场情绪比较偏低迷的时候，像现在就偏低迷这个因为它是4家交易所 ，OK， 所以4家交易所如果交易所大家都正常，都是情绪都正常的话，它指标会是4，所以 2.025 其实是偏悲观，因为它只有正常的一半 ，OK， 那如果是低于0的话呢，好像这边低于0，低于0那就会是悲观，就会是很悲观 ，OK， 低于0这边就会是出现绿色，所以说以现在来讲的话，就是我是有。其实我在6万出的时候，我就稍微捡了一点货回来，比如说我卖了快40%嘛，我卖30几%我这边我就先减，可能先减个10%、20%，不，我可能先减5%、10%啦，然后后面呢，我再慢慢的加仓这样子 ，OK， 大概是这样。好，因为我发现就是买指标的人就都很神奇，就是你明明就看到红色箭头了，可是你就不想卖啊。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红色箭头会出现的时候，代表所有的币可能状况都很好。那状况都很好，大家就会有持仓的偏见，就是说你就会很主观的认为我的币应该会继续涨。有些币可能会滞涨，但是我的币应该会继续涨。像比如说我们那个行情讨论群这个时候其实就大家就有在说，这个 Benson 的指标已经出现这个信号啦，然后很多人就会想说，我再捏一下好了，我不要卖 ，OK， 然后甚至连杠杆你也没有减仓，然后呢后面直接一个97杠杆大清洗，这边有些小币瞬间是跌到30-40%的，所以这边其实让很多人杠杆就爆仓 ，OK， 就说不要不信邪啦，就是说遇到红色箭头的时候，
至少慢一点啊。好，你如果认为你主观认为后面还是有一个长线的大多头，哦，就这边可能只是阶段性高点，就像这边是阶段性高点嘛，哦，那你看这整个平台是不是又比这边的高点还要再更高？哦，如果你认为这边只是一个 local top，那你就不要全卖，哦，你可以减仓，哦，减仓个30-40%，啊，那它后面如果再涨上去，就继续减仓，好，卖飞就卖飞，哦，人不需要完全正确，你卖在相对高点就好，因为通常出现红色箭头后面都会有低点让你捡回来，这样懂吗？OK， 好，所以看到红色箭头就是至少放弃做多的打算了，哦，放弃做多的打算，大概是这样。那你看这里，好，这整段，好，其实如果大家有认真去看复盘的话，哦，你会知道其实这个指标在整个3月啊，整个3月到5月哈，基本上就是一个超级过热的一个状态。OK， 那我在4月18号之前，其实我在63500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有跟大家讲说，我觉得太夸张了。哦，太夸张的原因也很简单啊，你看这里这个 rolling APY 已经到30了，然后这边也是相对高点嘛，OK， 然后又有 Coinbase 的利好，所以基本上就是市场，如果你说市场被多巴胺刺激的话，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多巴胺刺激到已经是整个神经麻痹了，好，所以这边我是有一个 top call， 哦，那 top call 之后呢，我就做空嘛，好，做空套保啊，套保完之后呢，我这边我就平仓，好，因为这一根老实讲砸了蛮大的。啊，因为这边有出现绿色箭头，4小时线有出现绿色箭头，所以我就开始捡了一些货，好，然后呢，这边我加杠杆，就是我加了35颗 BTC 的杠杆，还是40颗吧，然后后面我没有想到它这边还有再一根再下来 ，OK，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说拜登要加税还干嘛，要对 crypto 课税还是怎样的，所以这边我受伤了，好，可是我的现货我没有放弃，好，因为我觉得后面应该还是可以有个高点让我出，好，所以它弹回来的时候，这边好，比特币这边看起来还好啦，好，以太币这边是弹超多的啦，以太币这边到这边涨了，我记得好像是2000出头涨到4000，这边以太币这一段涨了1倍，这一段涨了1倍，好，所以说虽然说我这边我就是后来套保平掉之后，我杠杆做多，我是赔钱啊，可是现货的亏损完全弥补了我那一段止损的亏损，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我看一下这个聊天室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大概是这样。那我们讲那个比 Phoenix 巨金指标好了。这个巨金指标它只适用于日线。好，那它的这个指标是干嘛用的？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你看到它这边也出现绿色的柱子哦，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关掉。你出现绿色的柱子哈，绿色柱子代表比 Phoenix 的金鱼有在蠢蠢欲动，它有想要做多的打算。OK，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像这一段 OK， 那它特别喜欢做什么事情呢？哈，比菲尼的金鱼它有一个特性哈，特别喜欢左侧交易，好，逆势抄底，好，这个是他特别喜欢的，就是当大家都很绝望的时候，就是他疯狂的杠杆做多的时候啊，他是在现货杠杆做多 ，OK， 那所以呢，如果你发现比 Phoenix 巨金在低点的震荡末端出现绿色柱子，好，然后这个 sentiment 指标又出现绿色箭头，好，大概率后面会喷爆，好，基本上是这样。那我们可以复盘一下，这是他的结论啊，好，这是他的结论。
好，我们复盘一下哦，我们把 Center 门开起来。等一下，找不到我自己做的指标，这个对，这是不是一个大型的震荡段？这是一个很大型的震荡嘛？我们把它的箱体看成是3万到4万2这一段，哦，它震了2个多月，哦啊，它震2个多月，然后它在震荡的末端这边突然开始出现密集的出现绿色柱子啊，这边也出现绿色柱子，好、哦，然后你综合判断，如果你 APY 跟这个绿色的箭头都出现了，好，那这边基本上就是买爆，好，买爆，好，那这边也一样，好，这边也一样，这边是不是也是一段大跌，好，一段大跌，然后呢，这边也是震荡嘛，震荡，然后到末端的时候呢，到这边的时候呢，哎，突然出现绿色的柱子，好，然后你就可以判断，哎，这边也出现绿色的这个点，哦，绿色的箭头，那你就可以这边，如果你吃到这一段的话，很多 Altcoin 的涨幅是很夸张的哦，哦，比如说。Solana 就是从大概最低啦，大概115涨到250嘛，哦，2倍。那 AVA 也开始，我记得它最低好像有到40开头，甚至有到30几。好，那现在也是涨到130嘛，哈。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在这边你捡到一些比较优质的 Altcoin，那你应该很爽。OK， 但好巧不巧，就是我捡最多的是 FTT，好，所以这一段 FTT 没有赚到钱，但是以太坊有赚到钱，这样子。好，那像这个就相对比较不适用了哦，这个就相对比较不适用，因为它这一段它在上涨，好，它不是大跌之后的修正 ，OK， 所以你看这边有出现绿色柱子，好，那大家参考价值就没那么高，好，因为它通常就是当然你在这边进场，它后面还是有个高点，好，比特币这边看起来没有涨很多，但是 Altcoin 涨非常非常的多了，哦，但是说以效率来讲，最好是有一大段一个蛮大的修正，然后修正完，然后震荡了好几天之后。出现绿色柱，这个出现绿色柱再加上绿色箭头，哈，这个的效力会很强，会很强。好，那我们再来复盘哦，比如说，你看这里，哦，这一段是不是大跌？哦，去年这段有参与的应该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一段其实也跌蛮惨，那个时候市场也很恐慌。OK，那你看它大跌之后呢，它这边是不是开始震荡？好，这个震荡也蛮久，从9月初一直震荡到10月，震荡了整整1个月。然后震荡完之后呢，这边突然密集出现绿色箭头。好，那这边也是绿色箭头再加上绿色柱子，然后呢后面就开始长线大牛市。好，那这边也是一样。好，这边就不是震荡了。哦，这边就是极端恐慌的黑天鹅事件，去年312的时候。哦，所以说这边比菲尼的巨星它没有慢慢等收敛末端才开始加杠杆。好，它这边它直接开爆。哦，这整段直接开爆这样子。那我们从大实况来看的话，这边也是一个超级低点嘛，对不对？所以原则上来讲，大跌之后出现绿色箭头，再加上出现绿色柱子，哦，基本上会是一个进场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好，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开杠杆。好，就是说，比如说好，我们举例哦，比如说如果你在这边开杠杆，这边大概是多少？3万，最高有到3万5。好，假如说你就刚好买在3万5，哎，后面有跌到29200。好，那这段你扛不扛得住？如果你开杠杆的话，你可能扛不住。OK， 所以遇到这种哦，你就是我的做法都是，我会先把现货买满。好，买满之后，这边以这个状况来讲，这一段它是不是一个大型的箱体区间？哈，它强势突破上去之后，好，比如说像这边有一个突破，然后又回踩嘛，好，它第二次突破的时候，好，那这边会是一个加杠杆的好时机啊，比较好。所以我通常都是确立走势之后，我才会掐杠杆。哦，那左侧抄底，我就是现货慢慢敲这样。好，那你看这边也是，然后这段也是跌很多，但是这边有没有出现绿色箭头？哦，大跌之后出现绿色箭头，再加上绿色柱子。好，这边就是买爆之后呢，这一段比特币从6500最低6500涨到1万。那这一段有很多减半币都涨飞天的啦，我记得 ETC、BSV 跟 BCH 都涨到翻掉，哦，都翻了3-4倍，高点都翻了3-4倍这样子。
啊，这边就是更这边就是跌超多哦，这是比特币就是近年来除了312之外最恐慌的一个底部，因为它真的盘的非常非常的久。那你看这边这整段哦，它从收敛的一开始它还没有加了哦，那后面慢慢加，慢慢加，慢慢加，加到这边的时候已经加到整个加爆了哦，加爆之后呢，这边都是绿色箭头哦，所以说你看19年的小牛，如果你买在这里的话，是不是也很爽哦？基本上是这样哦，所以比菲尼的巨金呢？这个指标呢，它只适用于日线，好、哦，而且它特别适用于大跌之后的收敛末端。如果搭配绿色箭头的话，目前看起来啦，没有输过，而且都会买在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位置。好，基本上这样。OK，那它会不会失效？我不知道，因为目前为止，比菲尼还是这个很多基鱼喜欢在里面做现货杠杆的地方。OK，但是然后比菲尼它刚好也有释出一些数据是让我可以做指标的。好，那我不知道这个阿法可以用多久，但是就大家就尽量用嘛。好，反正这轮牛市目前看起来还是适用的。好，至少这边是适用的，这边也是适用的。OK，好，那有一点很有趣，就是说，那高点，低点这边会变高，那高点会不会很低？OK，好，我们可以来复盘一下。我们如果讲这边是高点的话，你看下面的值哦，是0.05，好，比如说0.05、0.96啦，好，0.00，然后这种超级低的，那这边也是一样，有没有？什么0.02啦、0.14啊，都超低，好，这边也是，这边都超低。OK，那波段的相对低点，比如说你看像这边是不是就偏高？然后这边也是偏高，OK，这边也是偏高。好，那为什么没有出现绿色柱子？好，因为这边已经是高点，所以它杠杆加仓的那个幅度就没那么大。OK，但是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它确实是有效果的。好，为什么？因为高点超低，低点会蛮高的。好，那低点如果低到一定的程度，哦，那这边就会出现绿色箭头。好，基本上这样。好，所以说这个指标也是我自己复盘下来，我觉得很好用的指标。好，只是说就是我记得我好像是这个时候发布的吧。好，然后第一次派上用场就在这个时候。OK 啊，我不知道，如果是那个时候买指标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时候有没有相信，就说这个指标给你们的进场信号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直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巨星指标一直不能用，诶，其实应该不会吧？其实你就这边打 Bifinis 这个直接开就可以了。好，我比较常遇到不能用的是这个 Exchange Band 啊，就是很多人讲那个议价链不能用哈，议价链不能用，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不公开的，它是一个隐藏的指标。OK，所以你在我的 profile 下面，我 publish 的指标的那一页，你是看不到议价链的。好，你要到 invite only 这边你才看得到，这样大家懂吗 ？OK，所以说议价链看不到正常。那比菲尼巨金指标，我印象中个别好像有一些问题，有些人好像真的没有被授权，就是我们这边看，我们后台看已经授权了，但实际上没有被授权，这个就是 TradingView 的 bug。好，那如果真的有出现，就是说你明明就有买啊，所有的指标都授权了啊，只有这个 Bfinis Will Indicator 这边是没有出现授权的话，好，那你再私讯助手，好，大概这样。好。好，有人问什么时候会 go FTX only？OK，为什么会做 FTX only 呢？是因为 FTX 向来都是比较冷静的交易所。OK，那比较冷静交易所就是说它比较容易出现恐慌的状况，就是说它通常不太容易超级过热，但是它蛮容易悲观的。OK，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指标？为什么会出现 FTX only？是因为上半年的大牛市，老实讲，真的太热了，好热到绿色箭头基本上就没出现过几次，所以大家就会想说，能不能让这个指标再更频繁出现一点？好，那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做了这个 FTX only。OK，那如果你看 FTX only 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指标的频率会变得蛮频繁的。哦，因为 FTX 就是一个这边在 FTX 很多人在做
套利型的交易啦，好，所以说很多它的仓位不是真的在杠杆开多的 ，OK， 所以我们开 FTX only 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想的是就条件比较宽松的情绪指标，你看像这边这个低点，这边有没有就出现箭头 ，OK， 然后你这边一样高点它一样叫你卖，可是这边就会过早进场了，因为 FTX only 它只看一家，这家恐慌它只要这家出现恐慌，它就跟你讲可以做多了。OK， 所以如果你买在这里哦，那你这边这个你扛得住吗？哦，那你就要自己想清楚。OK， 好，比如说像以这边来讲，它是不是也过早进场，对不对 ？OK， 但它大致上还是正确的，只是说如果今天你真的嫌就是绿色箭头真的太少出现，哦，你真的想要知道就是其他市场的状况，好，你不想要 C4取3的状况才出现绿色箭头，那你可以开 FTX only， 大概是这样。但是原则上我自己都是开就是2HR 或者是4HR，然后我会把这个 FTX only 关掉 ，OK， 大概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些人会反映这个看到的箭头不一样，或是会 repent， 有些人会反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这边统一解释一下，因为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哈。状况是这样，就是说 TradingView 给付费会员跟免费会员的资源消耗量不一样。好，如果今天你是 TradingView 的付费会员，那你可以使用他们的计算量的那个量会比较大。好，那免费会员呢，他就随便给你乱算。好，就是如果他免费会员遇到特别复杂的脚本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便宜行事，他可能就是算一个大概，然后他就给你。OK， 所以说如果今天你免费会员跟付费会员，你们同样都看一个超级复杂的脚本，好，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付费会员他算的比较全面、比较精准，那免费会员他会算的比较 rough。好，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多人就会说，哎，为什么班大我的图跟你不一样 ？OK， 那一开始我也很纳闷，然后我去问 TradingView 官方，他们也讲的不清不楚。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因为很多 follow 他没有付钱给 TradingView，所以他看的东西会跟我有一点不太一样。OK， 那但是这个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的影响，因为如果是像这种大顶部啊，基本上大家应该都一样，就是不会差太多。它会有免费跟付费，它会有些微的误差，但是真正的顶部是不会差太多，或是真正的底部，好，它一样都会出现箭头，好，只是说在一些 local top 或 local button， 好，它可能我的有显示，你的没显示，好，可能就会这样。那要怎么处理？好，这件事情就老实讲 ，dependency 不在我身上，因为这都是 TradingView 的问题。就是真的要处理的话，那就是要去付费，就是把 TradingView 的那个方案把它买上去，好，那它就会给你比较多的计算资源。那理论上你看到的东西，你看到的内容就会跟我是一样的，大概是这样。OK， 那 repent 是一样的问题，好，就是repent 有分两种，一种是还没收线的 repent， 好，还没收线的 repent 那是很正常的，因为还没收线代表它 K 棒还有一些数据，它就是还没 finalize 嘛，哦，所以说有些人会说，比如说像最后一根哈，它可能出现的类似它出现的红色箭头好，为什么它收线完之后就消失了？好，这就好像你 MACD 你在假设你看4HR 线好 ，MACD 在4HR 线还没收线之前，你现在看可能是死叉，但搞不好它收线完之后变金叉，好，这就一样的概念。OK， 所以最后一根的 K 棒都要等收线完之后才能确定。好，那最后一根 K 棒的 repent 是很正常的。好，但是如果今天是已经收线了，但是它还 repent， 好，那这个就通常是也是免费会员计算资源消耗量的问题。好，就是说因为免费会员，我猜他们 TradingView 它应该有一个值啊，就是说它现在 server 比较巅峰的时候，它就会给你的计算量会比较少。那 server 比较宽松，就是没有这么多人在 request 的时候，它的 server 计算量就会给你弄得比较大。好，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是免费会员，你 low 第一次跟 low 第二次、low 第三次，可能看到的会些微不一样。好，那付费会员看到的就会比较固定，因为它给你的计算量是很足够的。大概是这样。那
sentiment 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脚本，因为它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数据，所以它算的时候就会比较消耗资源，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有可能会出现免费会员它 low 第一次跟 low 第二次出现不一样的状况。好，那解法一样，好，就是去付费，就是把 TradingView 的那个东西跟上去。OK，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会出现 repaint 的一个状况，那目前的解法是这样。那我之后我有考虑说，我再把 sentiment 的指标做得更 light 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一个，就是说我只搂最近半年的，我只搂最近半年的数据，或是我只搂最近400根 K 棒的数据，那这样应该就等于说，不管是免费版的会员还是付费版的会员，应该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趋近于一致，因为它资源消耗量就没有那么大。好，这个是我之后改版会做的方向，但是这要我跟群友去实测 ，OK， 就是要找一个免费仔的群友，然后我开新版的，我开我做完的新版的给他，然后我们开看，好，是不是每次都一样，这样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我后来测试啊，一样免费仔一样是 low 出来，可能还是会些微差距。好，那这个版我就不会上去了，大概这样 ，OK。所以 overall 来讲啊，就是说这个指标它的所有数据都是用过去的数据所组成的，所以原则上它不太可能会 repaint。好，就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不能被回溯或者被修改，好，所以原则上它算出来的东西基本上是不会被 repaint 的。但是因为 TradingView 大小眼的关系，好，所以可能会 repaint。好，那这个就没办法。OK， 那好，接下来讲讲那个，等我一下。讲这个好了，好 ，sentiment indicator，好，这个在干嘛呢？这个就是说，你有我把 TradingView 用的 Webhook 的那个 alert， 好，我把它加了一个外挂，就是我 send signal 到 Telegram 这边，好，那这个 Telegram 呢，它是会 send 2个小时的信号，好，就是原则上，如果今天你开你的2HR 图出现红色箭头，好，那这边就会出现这个卖出的信号。那如果今天2HR 出现买进的恐慌箭头，好，那这边就会出现买进的信号。所以这边是看2HR 的。那为什么看2HR？是因为我经过各式各样的调整，我觉得要符合长线玩家跟短线玩家的进出场的频率，哈，最后折中点就是2HR，我觉得是最适合的。OK， 那我们可以看哦，我们可以看，比如说你看像这是9月，你看9月6号有没有大跌之前，这边就出现红色箭头，对不对？那你看这边是不是9月6号这边就出现了 ？OK， 啊这边都没有 AT 的痕迹嘛，好，所以就证实就不是胡乱的，就是真的那个时候它就现这个是一个 no。OK， 那你看哦，九月这个大跌之后呢，9月9号就开始各种开始哭，4月4万6就开始哭了啦，然后一直哭到4万1吧，就是一直哭了整整1个月这样子。OK， 然后这边我还发了一个文哦，我说 I don't give China Fat a fuck， just wait for another overheated point to sell my spot， 就是我根本不管什么 China Fat， 这边是低点，我就这边大家恐慌我就买就对了。好，那个时候我来跟大家信心喊话这样子。好，然后就一直到后面还是就是要死不活的嘛。然后呢，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哦？这边是10月1号，然后到10月6号这边呢，它就没有再出现恐慌，因为涨上来了嘛。好，涨上来它这边就没有再出现恐慌了。OK， 好，然后接下来就过了2-3个礼拜，一直到10月21号才出现 overheated。好，所以你看这边到这边过多久？4万6开始喊可以买，一直喊到4万。然后下一个 overheat 是什么时候？是6万5。OK， 所以这个波段应该够猛了吧？就是有没有什么指标可以做到这么强？哦，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可能很少了哈，应该是蛮少的，因为大部分的技术指标通常都是做右侧的哈，像这种左侧，然后还可以抓的底部抓的相对精准，老实讲没有到很多啦。OK， 好，那你看，这边6万3它也有一个 overheated。
好，那为什么63000之后还上得去？就是因为那个11月的那个 CPI 的数据嘛，就是公布出来之后，CPI 直接美国年增率是6%，OK，就30年来新高。好，那因为市场已经把比特币是抗通膨的这个预期，现在已经有点绑在一起了，所以当通膨的这个数字很难看的时候，就是非常通膨的时候，市场会疯一波。OK， 所以后面其实这边后面又涨上去了，其实它有一点是 event trigger 但是它其实已经过热，它已经要跌了。OK， 所以你看它后面6万6、67000、68000的时候，它这边又密集的出现这个它最后一次出现是68000。OK， 那68000之后，它最后就涨这样了嘛。OK， 那所以这就是 Telegram Channel 它会给你的东西。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去看说2HR 的信号目前出现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盯盘侠，每个人都在看 Trading View 所以说有的时候用这个 Telegram 可能会给你们做个提醒，这样子也会比较方便一点。OK， 好，那很多人会问说，你能不能做 ETH 的？你能不能做 Solana 的？你能不能做其他币的？那目前统一回复就是不行。不行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比特币的这个历史，它的衍生品的历史，大概大部分的期货交易所都是2019年中之后才开始做，比如说像币安的永续合约、BTC 的永续合约，就是2019年8月之后。那 ETH 的这个永续合约，那就又更晚。OK， 所以以数据的全面性跟可回测性来讲，目前还是比特币做的比较好。就是说，以太币也可以做，但是我回测起来，我觉得效果没有到很优。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以太币它有很大的一部分的 portion，它是在 DeFi 的世界。就是比特币其实就很简单，你要么就在交易所，要么就在冷钱包，你应该不太容易会放在其他地方，除非说你 mint 成什么 WBTC 去参与 DeFi 但那个数量也偏少。但是以太是有超大一部分是不在交易所。OK，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你用交易所的数据去描绘以太的市场情绪，事实上就没有到那么准。OK， 所以说不是我不想做原则上也可以做，但是它的数据跟它的基本面就没有那么跟比特币一样可以适合去 mapping。OK， 所以说以太币基本上是不能做的就是做的话呢，就是它的高低点可能会没有那么准确只能这样讲那搞不好哪一天我又研究出什么东西，搞不好我又做出一个 ETH 的 sentiment， 但是那个可能就是之后的事情了。至少目前我自己是觉得是做不到的。但是不管怎样就是说我觉得做出比特币大盘的这个指标就已经非常好用，因为基本上几乎所有币都跟比特币一起跑嘛，对不对？那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好，假如说今天你真的不想要全出，那你可以强势的币种你留多一点，那看起来只纯粹跟大盘的币，那你就可以出多一点你可以用这样子去调整以免你去错过那种完全跑赢大盘的币的涨幅，大概是这样。好，那今天的直播大概就到这边吧。好，那如果你觉得哪边我没有讲到的，大家可以就是在直播间留下言。那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会做一个文字版的一个统一的回复，好不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谢谢大家。